近日，美军执行了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的秘密任务，由精锐的三角洲部队直接参与，成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获了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不论是因为石油利益纠纷，还是门罗主义遭受挑战，绑架一个主权国家的现任总统，尤其是在其本土核心区域，都是对国家主权最极端的侵犯。这等同于宣战的行为，却以秘密行动的方式规避了所有正式的战争程序和国际监督，其恶劣程度远超一般的军事干涉。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次绑架主权国家的现任总统被认为是现代特种作战领域不可能的任务的终极形态，其成功依赖于信息主宰、内部策反、电子战、精确打击和特种作战的完美结合，其难度远超2011年刺杀本拉登的海神之矛行动，1989年绑架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的正义事业行动，以及1968年前苏联及其华约盟友突袭布拉格并逮捕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及其内阁的多瑙河行动。这4次相隔半个多世纪的特种作战行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同一个命题：那些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行动如何逐渐重塑我们对主权、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委内瑞拉曾被视为拥有南美最强防空网。战略预警与反隐身雷达由中国提供的 JY-27 米波 VHF 频段有源相控阵雷达、JYL-13 坐标远程搜索雷达、JY-11B 中低空移动式搜索雷达组成，具备远距离探测 F-35等隐身目标的能力。中远程拦截系统由俄罗斯提供的 S-300BM 山毛榉构成，还有 S-125 涅瓦和铠甲 S 等中短程与末端防御。航空兵主力为21架苏30 Mk2V， 配备 R-77 等超视距导弹，但是少量的明星武器不足以弥补结构性弱点，加之装备老化与战备不足，根本无法对抗一个成熟的作战体系。委内瑞拉的防空网就像一个神经被切断的巨人，即便手握利剑，也无法对已经在眼皮底下的特种部队做出任何反应。毫无疑问，本次行动前，美军及中央情报局针对委内瑞拉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现代信息侦察和深度渗透。美军通过整合美国空间军、国家侦察局及商业卫星网络，构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天基监视网，为抓捕马杜罗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撑。多枚高分辨率侦察卫星对加拉加斯的总统府和蒂乌内堡基地实施了24小时不间断监控。卫星不仅锁定了马杜罗的官邸，还记录了他数月内的移动轨迹、车队构成及生活规律，甚至细化到其用餐和更衣习惯。通过红外侦察卫星，美军能够穿透云层或建筑物掩体，监测重要军事目标的能源消耗和热源反应，从而准确判断马杜罗是否在特定的安全屋内。由于委内瑞拉属于热带气候，云雾较多，美军还大量依赖类似长驱棍球这样的 SAR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进行全天候成像，提供了马杜罗住所及周边环境的1:1高精度地形图，用于在肯塔基州的秘密基地搭建物理模型进行抓捕预演。这种技术还能察觉到地面设施微小的变动，如新挖的壕沟或临时增设的检查站，确保特种部队降落点安全。美军还利用部署在同步轨道的猎户座系列卫星，对委内瑞拉境内的通讯信号实施了全谱截获。通过卫星追踪马杜罗及其亲信随从的电子设备电磁辐射特征，确保即便目标在快速转移，也能被实时锁定。2026年还是美军商业增强空间储备正式转入全量运营的一年。这次行动大量租用了星链或类似商业低轨卫星提供的加密宽带数据传输能力和高频次重访能力，能够实时不间断监视马杜罗的活动，确保地面抓捕队员的头盔摄像头画面能以极低延迟回传至海湖庄园指挥部。而1968年苏联突袭布拉格时，卫星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侦察卫星采用胶片回收，存在数天的时滞。
1989年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中，美国已拥有 KH-11 索眼光电侦察卫星，具备了准实时无线电传输图像的能力。卫星能提供诺列加官邸的静态高分辨率图像。2011年海神之矛行动中，高分辨率商用和军用卫星已非常成熟。卫星发现了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比拉尔镇一座异常的院落，并通过多维情报确定为本拉登的安全屋。卫星图像被用于建立大院的精确 3D 数字模型，供特种部队进行 VR 模拟训练。而且电子侦察卫星配合 RQ-170 无人机，锁定了大院内唯一一部移动电话。在2026年的行动中，天基预警、数字建模和实时流媒体的情报链条，使得美军对加拉加斯的战场透明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行动成功的核心技术底座，也是战场导航、电子干扰、目标锁定和实时指挥的统一平台。这种全维度的透明化，使得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在尚未发现美军机群时，其自身的位置坐标、开机状态和电子特征早已被天基卫星网抓取。除了天基卫星，美军在西半球还动用了约20个基地，包括波多黎各的核心无人机与 IS-2 中继基地，部署在委内瑞拉海岸约100至150英里处的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福特号航母战斗群，作为重要的情报处理与战机转运站的关塔那摩湾等，来支持空机侦察体系。通过长航时监视多频谱信号侦听与隐身穿透的紧密配合，将加勒比海至加拉加斯上空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情报网。主要部署在波多黎各的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机场的 MQ-9 死神能够进行前沿持久监视。从2025年12月起，死神无人机在委内瑞拉外海约75公里处保持24小时连续轮战，执行禁毒和石油封锁任务。在突袭当晚，配置了电子战吊舱和光电传感器的死神机群负责监视加拉加斯周边的主要交通干道，防止委内瑞拉陆军和民兵增援总统府，并能够实现精确火力压制。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霍姆斯特德空军后备基地起飞的 RC-135联合铆钉，以加勒比海公海领空为阵位进行长航时巡逻。再有超过30名专家专门截获并定位委内瑞拉军方的加密无线电通讯和雷达频率。在行动前， RC-135常由战斗机护航，故意贴近委内瑞拉麦克蒂亚飞行情报区飞行，引诱伪方防空雷达开机，从而获取其最新的电磁特征数据。作为高空战略级侦察平台，从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起飞的 RQ-4 全球鹰，在6万英尺以上的高空对委内瑞拉全境实施全天候成像，利用其合成孔径雷达实时监控委内瑞拉各大军事基地的部队调动情况，还可作为天基卫星与地面部队之间的通信中继站，确保三角洲特种部队随时拥有稳定的加密通讯链路。同样从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起飞的隐身无人机 RQ-170 哨兵，直接飞越加拉加斯市区，在马杜罗官邸正上方提供了长达数周的定点凝视，成功破解了马杜罗在多处安全屋间的轮换规律。这是行动能精准锁定马杜罗卧室的关键。另外，仍处于高度机密状态的 RQ-180 极可能也参战。作为一款高空超长航时、超隐身、具备洲际往返能力的平台， RQ-180 可能从美国本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跨越墨西哥湾，进入加勒比海执行任务，在高空负责整体态势感知和电子战协调，为低空的直升机和三角洲部队提供加密的量子通信中继，为穿透委内瑞拉防空网提供底层数据支持。另外，在行动前夕，至少12架 F-22从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被抽调部署到了波多黎各东部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还有主要来自佛蒙特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 F-35A 也被部署至该基地。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则从加勒比海域的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及其他2栖战舰上起飞。
这些隐形战机在清除防空威胁的同时，也充当了前沿侦察节点。在2026年的这场行动中，空机侦察已不再是单一的看，而是全面融合 AI 的感官与神经的融合。AI 能自动从成千上万个信号中过滤出马杜罗及其护卫的特定电子辐射指纹，并实时在飞行员的 AR 头盔上标注出目标位置。F-35的 ANASQ-239 系统在侦察的同时，自动对委内瑞拉的 JY-27 雷达实施网络注入干扰，使其雷达屏幕显示的不是美军战机，而是虚假的平民航班信号。而1968年苏联突袭布拉格那个电子侦察尚处萌芽的时代，苏联主要依靠安-24运输机和伪装的民航客机进入捷克领空，通过舷窗目视观察鲁季涅机场的布防警卫巡逻规律。1989年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中，美军展示其初具规模的数字化空机力量，包括 RF-4C 侦察机、OA-37 观察机、EC-130H 罗盘呼叫和 E-3A 望楼，以及刚服役不久的 AC-130 幽灵炮艇机装备的红外侦察设备。电子侦察机在近海盘旋，截获巴拿马国防军的无线电通讯，实时监听国防部长诺列加下达的指令。2011年海神之矛行动中，RQ-170 坎大哈野兽隐身无人机的登场，标志着空机侦察进入了绝对隐身与全程直播时代。RQ-170 在阿伯塔巴德上空接续数月盘旋，避开了巴基斯坦防空雷达。它不只是拍照，而是进行多谱段合成分析，通过热源分析屋内人数，甚至通过分析晾衣架上的衣服大小来推测本拉登的身份。突袭刺杀本拉登当晚，无人机将现场画面通过卫星链路实时传输给奥巴马，实现了战情室看直播。而深度人力情报网络相比于天基和空基的高科技手段，似乎十分原始，但其解决了目标确认和内部瘫痪的关键问题。中央情报局早在2025年8月就派遣了秘密行动小组潜入加拉加斯，利用美国司法部对马杜罗悬赏1500万至5000万美元的政策，成功策反了包括多名委内瑞拉将领在内的高层人员。这些线人提供了马杜罗在加拉加斯官邸内部的确切房间位置、安全屋的开启密码以及警卫换岗的精确时间。美军还通过秘密渠道策反了委内瑞拉部分将领，导致在突袭发生时，原本应保卫总统府的部分委内瑞拉正规军选择了消极观望或按兵不动。部分关键防空节点的指挥官拒绝执行开火指令，甚至主动向美军提供了空域走廊。不依赖科技的深度人力情报显然历史极为悠久。1968年入侵布拉格时，苏联采用的是古典军事干预，依赖的是整个捷共内部的亲苏革命工农派系，还有东德斯塔西和捷克国家安全局内部反对改革者的情报。1989年，美军依赖大量的巴拿马国防军内部的反诺列加军官。2011年，美军则依赖巴基斯坦当地线人，并通过长达数年的信使追踪，锁定了本拉登的藏身处。基于天基、空基和人力情报，美军从而可以通过网络与电子战的深度耦合，实施了教科书般的软杀伤，直接导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防御体系全线瘫痪。美国网络司令部在行动开始的第一时间实施了针对性的攻击，通过网络渗透手段，在突袭发起前，针对性关闭了电网的关键节点。加拉加斯突然陷入大范围停电，利用黑暗作为特种部队低空渗透的屏障，配合地面渗透小组，美军通过网络攻击瘫痪了手机信号和互联网等民用通信网络，阻止了马杜罗安保团队和民众在突袭瞬间通过社交平台或电话传递预警。而 C-135 侦察机实时截获并破解了伪军的加密无线电。当马杜罗试图联系周边军方将领求援时，其通信指令已被美军实时截听，甚至部分劫持。
从福特号航空母舰起飞的第8舰载机联队下属的 EA-18G 电子攻击中队是第一波攻击的主力。从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起飞的美国海军第132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形成了双重覆盖，确保了对委内瑞拉 JY-27 和 S-300VM 系统电磁频率的全天候监控与实时干扰。其装备的 ALQ-249 下一代干扰机专为低频段优化，能够干扰 JY-27 这种低频米波频率节变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发射与 JY-27 同频率、同相位但功率极大的伪随机噪声信号。由于米波雷达的增益相对较低，大功率阻塞干扰会使其接收机前端饱和，导致雷达屏幕上出现大面积的雪花或虚假目标，从而无法分辨真实的隐身战机。美军还可能主动模拟复杂的地面反射波，从而使得米波雷达的多镜效应更加严重。此外， JY-27 必须将数据传输至委内瑞拉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还可通过天基和空基平台拦截和干扰其数据链信号。不过，委内瑞拉的 JY-27 是较早期的外贸型号，抗干扰能力相对单一。中国本土部署的是 SLC-7、YLC-8E 等最新型，具备更完善的跳频和多波束处理能力。而且中国构建的是一个多基、多波段、多维度的陆海空天隐形探测与打击网络。美军即使干扰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其他各种频段的反隐形雷达依然能通过数据链进行目标接力。委内瑞拉是一场非对称作战，美军面对的是点状防空，可以玩手术刀式的渗透；而中国是体系化对抗，美军面对的是一堵无法被单一手段制盲的电磁墙。而1968年苏联突袭布拉格，只能采用粗放式电子战，而不是频谱对抗。苏联格鲁乌特种部队将作战飞机伪装成请求紧急降落的民用航班，通过欺骗手段占用频率，使得捷方空管无法分辨敌我。克格勃小队在地面直接切断了布拉格通往西方的国际长途电话交换机和广播电台的物理线路。1989年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中，美军出动了 EC-130H 罗盘呼叫干扰机和 EA-6B 徘徊者电子战飞机，对巴拿马国防军有限的军事通信和雷达进行了全面压制，还接管了巴拿马当地广播频道，向巴军士兵播放投降劝导和瓦解士气的宣传。这是电子战与心理战的首次高度结合。2011年海神之矛行动中，部署在阿富汗境内的电子战平台对巴基斯坦东北部边境的雷达节点实施了定向细微的干扰，不是让雷达全盲，而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静止区域，让雷达员认为屏幕上只是气象杂波。而在突袭本拉登大院瞬间，特种部队使用了手持式干扰设备，切断了大院及周边社区的蜂窝网络和卫星电话信号。2026年委内瑞拉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已能够将天基、网机和空基电磁压制整合为一体。委内瑞拉的 JY-27 雷达之所以未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其硬件无法探测隐身目标，而是在作战的神经系统被切断后，即便探测到信号，也无法通过指挥链转化为有效的火力引导。通过这种软杀伤手段，美军得以在不发动大规模地毯式轰炸的情况下，让整个首都的武装反抗陷入失聪状态，使得后续的硬打击变得如同靶场打靶一样简单。美军针对核心节点的外科手术打击，使整个防空网在突袭开始后的前40分钟内便陷入瘫痪。美军将 JY-27 视为首要威胁。在紧邻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的麦克蒂亚阵地，这里的 JY-27 在行动开始阶段被咆哮者压制后，遭到由波多黎各起飞的 F-35A 使用 AGM-88G 反辐射导弹直接命中，天线阵面彻底瓦解。
部署在福尔肯州沿海阵地监测加勒比海动向的 JY-27，被从美国本土戴耶斯空军基地起飞的第7轰炸机联队 B-1B 轰炸机投放的 GBU-39 小直径炸弹和 AGM-158 远程反舰对地攻击导弹摧毁。拉奥基拉岛作为委内瑞拉的战略前哨，部署的远程搜索雷达在第一波次中被 AGM-88G 反辐射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共同清除。蒂乌纳堡作为加拉加斯的军事心脏，部署在此的 S-300BM 联队是美军特种部队撤离走廊上的最大威胁。美军 F-35B 精准摧毁了该阵地的 9S-32ME 制导雷达车和 9S-15M 搜索雷达车，而 F-22猛禽主要承担了穿透型制空扫荡和高空隐身节点的任务。由于电子战压制，委内瑞拉空军的大部分飞机未能升空，但部署在巴塞罗那空军基地的2架苏30 Mk2V 在试图强行起飞，并在跑道滑行阶段被在高空巡航的 F-22发现。F-22使用 GBU-39 小直径炸弹直接精确命中了其中的一架，并导致跑道封锁。还有一架苏30在升空后试图通过低空机动摆脱雷达追踪，但仍被 F-22在超视距范围内发射了一枚 AIM-120D 导弹将其击落。这是 F-22服役20年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实战空战战果。F-22还利用其超音速巡航能力和隐身特性渗透进入加拉加斯核心防空圈，精准清除了负责协调 S-300VM 的自动化指挥系统移动方舱。虽然有隐身侦察无人机 RQ-170 和 RQ-180 在战区上空负责提供战略视野，但 F-22仍然是必须有人在场的高风险空域的灵活和实时的战术导引者。F-22利用其 ANALR-94 被动电子侦察系统锁定了委内瑞拉巴塞罗那基地雷达车，其 IFDL 数据链通过隐身无人机进行中继翻译，可以引导防区外 B-1B 的重型火力。美军还展示了多无人机蜂群投放能力，通过空机投送与海基渗透2种方式实施。针对巴塞罗那基地，B-1B 枪骑兵经过了模块化改装，在抵达委内瑞拉外海的发射阵位后，从弹舱中释放了数十枚空中发射效应器。这些容器进入中低空后自动打开，释放出由雷神研发的狼群 Block 3巡飞弹。巡飞弹蜂群随后通过内置的自组网协议，自动飞向预设的巴塞罗那基地坐标，执行对 S-300 阵地的饱和精确打击任务。然后 B-1B 再释放多枚 AGM-158 远程对地攻击导弹和大量 GBU-39 小直径炸弹，对巴塞罗那基地中那些即便雷达受损但仍具潜在威胁的导弹发射架、加固掩体和弹药库进行彻底清场。针对加拉加斯市区及马杜罗住所周边的小型微型蜂群，则采取了更隐蔽的投放方式，由部署在委内瑞拉近海的隐身无人水面艇以及特种改装的俄亥俄级巡航导弹和潜艇进行释放。潜艇在水下通过干舷舱释放了小型无人机载具，这些载具在海面上浮后释放出数百架电子蜜蜂，由于它们体积微小且由电力驱动，在夜色掩护下通过极低空贴海飞行渗透进加拉加斯市区。而在1968年还不存在精确打击，苏联突袭布拉格还是靠伞兵占领机场后，钢铁洪流坦克进入市区，完全依靠对平民和常规军的心理震慑，只有力量没有精度。1989年的美军在巴拿马首次把 F-117A 隐身战斗机投入实战，其投掷的激光制导炸弹精准击中了诺列加的国防军营。AC-130 炮艇机利用红外夜视仪，在高空对地面缓慢移动的装甲目标实施手术刀式的点杀。2011年，美军依靠隐身黑鹰直升机实现了极度克制的精确性，行动范围被严格控制在一个院落内。巴基斯坦军方在行动结束前甚至未发觉战火。
在最后的特种部队作战环节中，潜艇在近海释放的无人机蜂群，先于第160特战航空团的直升机进入市区，负责清理防空死角，针对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实施打击。而在行动前数月，于美国本土基地搭建了马杜罗避难住所的1:1模型。三角洲部队针对每一扇门、每一个拐角进行了数百次实兵演练，队员在黑暗中对建筑物内部结构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守军。第160特战航空团在电子掩护下，8架黑鹰、4架支奴干和6架小鸟直升机搭载约100名三角洲部队和第75游骑兵团的特战队员，低空掠海进入加拉加斯市区的蒂乌奈堡军事区。突击小队在接近目标建筑时，再次释放了数十架微型个人级无人机，其中电子密封执行室内侦察任务。这种极微小的无人机从官邸的通风口和缝隙潜入，利用声呐和微型激光雷达在特种兵的 AR 头盔中实时生成官邸内部的 3D 地图和每一名保镖的确切坐标，甚至可以向守卫投掷微型闪光震爆弹。而稍大一点的无人机会悬停在官邸院落上方，充当突击队的空中保镖。一旦发现有安保人员试图反击，这些无人机会自动俯冲执行自杀打击。由于担心本国军队内部出现背叛，马杜罗的贴身安保几乎完全由古巴人接管。这些古巴特工通常不携带任何电子设备，以防被美军信号追踪。美军直升机在俯冲降落时遭遇了猛烈的地面火力拦截，最终32名古巴特工丧生，美方共有7名士兵受伤。整个抓捕行动在地面仅持续了约30分钟，实现了从床上拎人的极致精准度。马杜罗当时甚至来不及进入加固的密室避难。而1968年的苏联格鲁乌特种部队和第7近卫空降师的特种作战是垂直包围战术的教科书案例，不到20分钟就占领机场、控制塔台、掩护运输机群，每分钟1架降落，10小时内投送数万人，24小时迅速瘫痪一个主权国家的军队和指挥系统，并把核心内阁成员作为人质带回莫斯科。这种控制通信、交通枢纽和斩首的模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诸多特种作战，包括美军后来针对巴拿马诺列加及2026年针对委内瑞拉马杜罗的突袭行动。1989年的巴拿马，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第75游骑兵团和三角洲部队切断了诺列加的所有外援，但由于人力情报不连贯，捕获过程持续了数日，属于低效率的高强度行动。特种部队甚至在诺列加藏身的梵蒂冈大使馆外架设巨型音箱，24小时不间断播放大功率摇滚乐，这是一种非动力学特战手段。2011年，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利用隐身黑鹰直升机，在不触发巴基斯坦防空网的情况下进入，头盔摄像头实时直播，指挥层也实现了从白宫到卧室的垂直指挥。从1968年到2026年，这4场相隔数十年的行动，横跨冷战、后冷战与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特种作战从机械化、信息化走向智能化，承载了强权国家对主权国家的国格完整与政治独立的极端挑战。1968年，华约的钢铁洪流将布拉格之春的希望碾作尘泥。勃列日涅夫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利益高于单一国家主权，即便需要调动26个师、30万大军和2000辆坦克，消耗巨量的后勤补给，也值得对所有东欧国家发出无声警告。任何偏离莫斯科轨道的尝试，都将招致同样的命运。1989年，夜鹰如幽灵般掠过巴拿马城的夜空，象征着一种新的权利。国家边界是一道可以被技术手段轻易短路的电路。老布什认为应该保护美国在巴拿马运河的利益，少量隐形飞机和特种部队就可以重新定义一个国家的主权，轻易推翻解散了巴拿马国防军，重新扶持亲美政府。
2011年，沉默黑鹰悄然降落在巴基斯坦的一座高墙院落，主权概念在反恐战争的语境下被进一步模糊化和掏空，主权国家降格为一个单纯的地理容器。奥巴马根本无视巴基斯坦政治实体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只需付出微不足道的成本，就能在白宫欣赏海豹6队40分钟内刺杀本拉登的全程无缝直播。而2026年，美军依靠全球 ISR 的信息优势、网络电子战的全域覆盖、低可探测技术的隐蔽性、无人机蜂群的分布式打击和基于 AI 赋能的杀伤链，对国家主权的穿透能力远远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国家防御能力，而且经济、人员和外交的综合成本它缩至近乎为零。特朗普可以毫不掩饰对委内瑞拉石油储备的兴趣，并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霸权。这种超轻介入模式，代表了主权在智能化、无人化和分布式作战面前的彻底蒸发。或者说，主权是一种奢侈品，只属于少数技术超级大国。我们必须警醒，每一次技术驱动的行动成功，都在国际法的基石上凿下一道裂缝。每一次对主权的优雅规避，都在弱者的安全感中注入一丝恐惧。当技术赋予我们能力时，智慧能否给予我们克制？真正的安全与和平，从不来自于对他人主权的任意践踏，而来自于对共同规则的敬畏与维护。